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周期，財富自由哈。那個台股呢，慢慢的好像又要挑戰歷史新高了。美國 S&P 500指數已經再次創下歷史新高，但是呢，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做了一個28年來從來沒有親自下的事情，就是什麼？就是跟日本一起買日元，拉抬日元的匯價，要讓它漲回來哦。那麼，美國是真的在救日元嗎？我的看法是，美國要救的真正的是自己的美債，同時真正要小心的可能不是日元慢慢的又貶值回去，而是突然的升值。那麼這一集呢，我不會告訴你接下來可能股市是會漲啊，還是會跌，也不會告訴你說股市會漲到哪裡等等的。但是今天最主要分享的是一套分析的框架，還有一張儀表板，讓您看得懂現在全球金融市場最脆弱的地方在哪裡。好，一樣今晚的分享呢，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參考不同的這個內容，自己為自己的投資做決定，做出決策。好，首先呢，我們先来看一看7月23號的時候呢，日元貶值到 163.99， 這是從1986年以來40年最弱日元貶值到最低的時候。等於呢，很多的同學、很多的投資人這輩子都沒有看過日元那麼便宜。那麼7月30號呢，日本就自己下場了，他動用了 8.45 兆日元，折合美元大概528兆，來拉抬日元，逐貶日元。那麼這個呢，是日本史上最大金額的干預。那麼到7月31號的時候呢，美國也親自下場去買日元了。上一次呢，美國跟日本聯合買日元，已經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那麼8月2號到3號呢，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跑出來講話說，準備再干預日元。而且呢，要求美國聯準會擴大一個叫 FIMA 的東西。等一下我會說明。那麼那一天呢，日元最高呢就漲回來到 155.2。然後直到我們直播的現在，日元又回貶到 159.4 了。那麼從 155.2 回貶到 159.4， 等於呢，這一次美國跟日本聯手干預日元，讓日元上漲，一個禮拜吐了一半回去。那市場有一條很重要的防線，就是美元對日元160這塊防線正在重新試探。那麼為什麼28年以來，美國第一次要親手下去救日元，為什麼非救不可？答案呢就在美國的公債。那麼接下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跟大家分享兩個很重要的觀念跟觀察。第一個觀念是美國公債的殖利率，它是全世界各種資金的锚定點。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它是全世界無風險的基準利率。它是世界各國所有利率的原點，只要它一動，全部的利率都要跟着一起變動。比如說在美國也好，在台灣也好，你的公司要發債券，它債券的利息要怎麼定？就是拿美國10年期、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再加往上加一點。那麼還有包括世界各國的房貸利率怎麼定，也是跟着美国3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定。那麼美國的這些科技公司在蓋 AI 的資料中心，那它的融資的成本的高低也是跟着美國公債殖利率在走。甚至呢，你跟我手上股票的估值貴不貴、便不便宜，也是跟着美國公債的殖利率在走。所以我常常用一個比率來形容，美國公債殖利率呢，是全世界資金的水位線。當這個水位一旦上升，等於海上所有的船通通都會動。雖然你不會覺得美國公債殖利率跟你有什麼關係，但是你在這個水上的船已經在動。而且呢，30年期的美國公債殖利率比10年期的還要關鍵。為什麼？因為30年期定價的是長期的資本支出，就是什麼？比如說你今天要蓋一個晶圓廠，你今天要蓋一個 AI 的資料中心，你今天要簽一個10年、20年的這個合約，房貸的合約，你參考的不是短天期的債券殖利率，就是這個30年期、長天期的美債殖利率。所以再來呢，第二個觀念跟大家分享，為什麼這一輪長天期公債殖利率會不斷的往上升？為什麼市場會這麼緊張這件事情？因為這一輪呢，股市
最主要是漲 AI 嘛。那麼 AI 為什麼會漲？AI 會漲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科技巨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好，那麼他們投錢投到現在手上已經沒錢了，好，隨便幾百億、幾千億美元的這個資料中心的投資，錢要從哪裡來？就從2個地方，一個地方是過去一段時間科技巨頭呢，美國科技巨頭大量的发公司債，好，那麼科技巨頭发債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好，那剛剛有講嘛，他发債他要发公司債的成本就是根據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來定。好，那麼再來另外一個關鍵的是什麼？這些科技巨頭呢會用一種叫 SPV 特殊目的公司到市場上去融債，去融資，等於是說他今天呢把他要借錢的部分獨立出去成立一家公司，用這家公司再去借錢，去跟很多的這個客戶、很多的這個出錢的人簽長期的合約。那麼這筆錢呢就不會掛在這些科技巨頭的這個財務報表裡面。好，卡爾先生有一集在講明債暗債，講的就是這件事情。那麼這樣的一個行為模式要能夠持續下去，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就是要借得到錢，錢要繼續借得到，而且呢錢要借得便宜。好，那麼現在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如果持續在往上漲，就會發生2件事情。第一個是什麼？這些科技巨頭呢借錢會越來越貴。好，科技巨頭的公司債，它要給的利息呢就會跟着提高。好，同樣一筆錢，整個利息的成本就會持續往上漲。再來第二個呢，就是借錢就會越來越困難。好，當投資人發現，我今天去買美國長天期30年期的公司債，我就有 5.2%、5.3%甚至 5.5% 的利息的時候，那麼我要去買一個 AI 的公司 AI 資料中心的債券，我當然會要求要到 6.5% 甚至 7% 甚至更高了。好，資金就會跑到最安全的美國公債嘛。那麼所以當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越來越高，就會引發資金會越來越貴，錢會越來越難借。當這2件事情同時發生的時候，那麼科技巨頭可不可以再大量的繼續投資 AI 的資料中心？好，不要說可不可以了哈，至少這個節奏，投資的節奏就變慢下來。那麼，所以現在市場真正怕的，從來不是 AI 未來有沒有需求，好，而是市场怕的是这個靠借錢堆積起來的這個 AI 投資的擴張的速度會不會變慢？只要一旦速度變慢，那後面一大堆公司的股價就會開始跟着往下修正。好，那講到這邊呢，我們就來看3個數字，可以證明我剛剛講的。好，第一個就是美國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好，這邊美國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來看一下。好，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好，已經在前陣子呢，美國跟日本出手的時候已經漲到 5.27 了。好，已經漲到 5.27 了。這個已經碰到我們在前幾集有說的 5.2% 那一條警戒線，已經超過了。好，是2007年的最高的。再來第二個呢，是215個 BPS， 這是甲骨文5年期的 CDS， 就是信用違約交換。簡單講，就是這家公司的債券，幫這家公司的債券買保險要花多少錢？好，那麼這個215 BPS 已經正式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好，那麼法國興業銀行估計，甲骨文這家公司未來幾年內會違約的幾率已經上升到 16%。再來第三個855，好，有一家叫 CoreWeave 的公司，它的公司債的信用違約交換已經來到855個 BPS 了。這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市場現在定價它未來5年內，他手上他發行的公司債違約的幾率已經高達 50% 了。這個很重要哦，他是在做珠算力的生意。好，他在做的生意是什麼？就是出珠算力嘛。那麼現在呢，好，他等於是這一輪 AI 最熱門的商業模式了。結果呢，股市還認為它還不錯啊，可能還在往上漲的時候，公司債市已經翻臉了。好，所以剛講這3個呢，就是現在錢越來越難借，借錢越來越困難的一個證明。好，所以講到這裡呢，請大家記住一句話：長天期美債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債券投資人的問題，它呢會是這一次 AI 行情的最主要的問題。
那麼你說美國政府看不看得懂這件事？他看得懂啊，好，所以呢，美國官方就出手，好，那這一次出手呢，就有2個反常的點，好，那麼在總體經濟分析裡面，當講到反常就是重點，好，為什麼？第一個反常的點是，這是美國政府28年來第一次下場，跟日本聯手買日元，好，第二個反常是什麼？這一次的美國去支持日元上升的錢。好，不是賣他自己的美元呢，他是去賣手上的歐元。好，那麼《金融時報》報道呢，好，這個美國賣的這一次是歐元，他賣美元去拉升日元。好，那為什麼他是不好意思，他是賣歐元去拉升日元？講錯哦。那麼為什麼這一次呢？他不是賣美元，而是賣歐元？是因為這一次美國的通貨膨脹的數據還沒達標。好。那麼，如果他一旦大量的去賣美元，好，那就等於對市場釋放美元可能會走弱的訊號，那麼就會直接在推升美國國內的通膨，好，通膨會更難壓，所以他寧可繞一圈賣的是歐元，不是美元。而且這裡面有個很關鍵的點哦，他這一次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呢，歐洲央行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過去美國要進行這種匯率干預的政策，尤其要干預日幣啊，或干預大國貨幣，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以前美國都會跟自己的盟友，都會跟歐盟商量的，這一次他沒有商量，直接出手。好，那麼這個也代表一個訊號，代表美國跟歐洲之間在匯率協調的這個聯動性已經出現裂縫了，可能會引發彼此不信任。那麼這次日本呢砸了將近900億的美元，那麼美國只出手50到100億的美元，差了快10倍。好，那麼美國這一次到底怎麼做？所以美國這一次出手的並不是錢，而是它的機制。好，就是我要講的這個 FEMA 這個機制。好 ，FEMA 是什麼？我用個簡單比喻 ，FEMA 就好像聯準會開了一家央行專屬的當鋪。好，世界各國的央行如果手上缺美元，好，你呢？以前手上缺美元的時候，世界各國的央行就要賣掉手上的美債去換美元。那麼當有這個當鋪的時候呢，他就不用去賣掉手上的美債來換美元，他直接把手上的美國公債拿去抵押，好，然後去跟美國聯準會借美元出來就可以。好，那麼每一家央行，世界各國央行一天有600億美元的 quota 可以用。好，那麼這個工具平常是很少人用的。為什麼？因為對一個央行來講，你去典當你的美債去借美元，你等於昭告全天下你在缺美元。好，所以它常常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工具。好，那麼這次反常在哪裡？反常在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公開說，這個是我們重要的後盾，而且鼓勵聯準會未來幾個月要擴大這個規模。好，那麼這裡就有2個反常的地方。第一個是美國財政部長他公開跑出來，好，來指指點點美國央行聯準會的工具。好，本來美國聯準會是應該獨立的，結果呢，美國的財政部現在進來做干預。好，那麼第二個呢，要擴大這個 FEMA 的額度，好，也不是聯準會主席沃許現在說了算，這是聯準會內部要開會投票。好，等於說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現在是對着全世界在給美國聯準會壓力，要求他一定要放寬 FEMA 好的額度。好，那麼當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好，在社群媒體上，好，在公開的媒體上，好，這個跟大家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好，再來呢，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看來呢，日本央行，好，日本政府這一次會跟着做這件事情，因為日本的財務省呢，直接在 S 平台上發文，跟日本的國民解釋，以後我們可以用美債來作為擔保，來調度美元。那麼，當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在社群媒體上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就代表什麼？代表日本打算這樣做。好，那麼這裡呢，伯克萊的經濟學家艾克林格講的一針見血一句話。好，他說，各國央行，你今天持有美國債券，好，很主要一個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你隨時想賣就可以賣。現在呢，卻不是，現在要半強迫大家去用 FEMA，就是你要賣美債是不可以賣，你要拿去抵押才可以。好，
那這等於在跟全世界的人講說，美元美債的儲備地位的流動性已經不如以往。好，美國債券以前之所以是全世界的避風港，靠的不只是美國的信用，更是因為美債的流動性非常好，你隨時可以把美債去換現金。現在等於在跟全世界講，你持有我的美債，你沒有辦法立刻換現金了。好，你不要賣，你要拿來抵押。好，那雖然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好，這一次的做法並不會動到美債，但是他基本上已經動搖了美債的本質了。好，所以呢，順着這一條線就可以回答一個問題。最近就有很多同學問我，卡爾先生啊，最近黃金是在漲什麼？這個就是很深層，為什麼黃金會漲的原因。等於是當美國債券的流動性變差了，本來你很容易可以賣嘛，結果你從這個行為，從日本、美國的這個行為，就告訴大家說，你的美債現在不是想賣就可以賣，等於美債的流動性就變差了。那麼世界各國的央行看在眼裡，他們就會怎麼樣？他們就會更擔心美債的流動性問題。那麼當他們擔心美債流動性問題的時候，這個就會空一個位置出來，誰在補這個位置？實體黃金。所以呢，好，這個就是金價為什麼從4000多漲到現在4400塊左右。好，那麼離1月份的高點呢還有2成多。好，我講到這邊，我不是要你去追黃金哦，我只是要告訴你為什麼這一次黃金會上漲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這裡。要不然為什麼當美國的債券殖利率越高，照理說美國的債券殖利率越高，大家錢都會跑去買美債啊？為什麼不去買美債？反而呢，錢會來買沒有配息的黃金，所以這個才是更深層的問題啊。這一個層面呢，我相信在很多的博主跟很多的這個財經頻道，你不會聽到這個很深度的觀察的啊。好，那麼美國這一次到底在怕什麼？來，好，市場上現在最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呢，日本是美國公債最大的海外持有國，手上1.14兆的美債。那麼日本如果要干預日元的話，它就需要美元，需要美元，它就要賣出美債。好，那麼如果日本大量賣美債的話呢，美債殖利率就會飆升。好，美國怕的就是這個，所以趕快下場幫日本，日本就不用賣了。聽起來很順，對不對？但是呢，這個說法其實有2個漏洞。第一個漏洞是什麼？日本這一次賣的事實上是短天期的美債。我們如果去看美國財政部的數據，日本這幾個確實有賣美債，但是賣的呢都是90%以上都是那種短天期的1年2年的美債，它並沒有去賣長天期的美債哦。好，那麼短天期的美債的特點的是它流動性特別高，而且它期限特別短。那當他在賣這個短天期美債的時候呢，對於長天期30年期、10年期的美債的影響是很少的。好，那就跟我們今天真正在担心的30年的美債殖利率到 5.27 啊，它是長期的，跟這個就沒關係的嘛。所以日本賣的是美國的短天期債券，好，也不會真正影響長天期債券的殖利率。好，所以這個因果鏈是斷的。第二個漏洞是什麼？日本今天要美元的話，它除了去賣美國的公債之外，它還有很多條路。美國聯準會本來就有一個回購的資金池，還有我剛剛講的 FEMA， 所以日本手上的工具很多，它不需要真的去拋美國長天期債券。所以把這2點放進來看，日本政府賣美債，並不是讓長天期美債殖利率會往上升的那個問題。那如果日本政府賣美債不會讓美國長天期債券殖利率往上升，那為什麼美國28年來第一次要自己下場，好，賣掉手上40%的歐元來救日元？好，到底美國財政部部長在怕什麼？來，好，關鍵的點來了，我們來看這張圖。這張圖呢，上面畫的是美國債券最主要的海外持有人。來，第一個呢就是剛剛說日本有 1.14 兆，然後呢再來是中國，中國持續已經減少到6900萬了，6900億了。再來呢還有一個很大咖的，你看這 1.85 兆誰持有？開曼群島。開
開曼群島是什麼挖哥？開曼群島有多少人口你知道嗎？只有一點點人。為什麼開曼群島會持有1.85兆美元的美國公債？因為開曼群島是全世界對沖基金最主要的註冊的地方。所以這張圖真正要跟你講的是，美國公債現在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早就不是日本了，是對沖基金。它呢比日本多持有了7-8千億的美債。再給大家2個數據。國際清算銀行在6月份的報告，非銀行的機構已經是開發國家公債的最大買家。這個指的不只是美債哦，可能還包含歐債、日債等等的。所以他們持有占 GDP 的比重已經在2021年的44%升到2025年53%了，4年之間增加了9個百分點。再來，你知道現在全世界的对冲基金持有多少美債嗎？有4兆美元的美債。這個數字呢，大概等於美國 GDP 的13%。更關鍵的是，他們持有美債是開槓桿去持有的，它的槓桿起碼20倍。20倍是什麼概念？就是手上有1塊錢，但是你持有了20塊錢的部位。那麼，而且在這一段時間裡面，美國聯準會還持續在賣美債，已經賣了1.5兆。那麼中國央行也在賣。這代表什麼？代表連美國央行過去一段時間都在賣美債，中國也在賣。那到底是誰撿走了？代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債券最主要的買家從央行變成了開槓桿的這個買家，對沖基金。那麼最關鍵的問題來了，這2種買家，央行跟對沖基金，他們在買美債的行為是完全相反的。央行真的遇到事情的時候，他會進去撐盤，因為他的目的呢是要儲存債券或儲存黃金，他不是為了要賺價差。甚至呢，當價格跌的時候呢，他會去加碼，去趕快去買，去穩定市场。但是今天開槓桿的投機的對沖基金，他遇到事情是會跑路的。而且他真的出事的時候，不是只有他想跑，他是被迫要跑。為什麼？因為他開了20倍的槓桿，價格只要比較劇烈的波動，他開槓桿的保證金就會被追繳，他就立刻必須平倉。所以呢，宋鴻兵老師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美債呢已經從避風港變成了風暴之海。那麼一旦對沖基金出事情的時候，整個傳導的鏈條會是什麼？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這整個傳導鏈條來講一下。首先第一個，日元的貶值到底美國在怕什麼？日元貶值，像日元一直貶到1塊美元兌163.99日元，就會引發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引發日本就會開始輸入新通膨，因為日本大量的能源、糧食、原物料都是跟国外買的。你的日元不斷的貶值，你從國外進口東西就越來越貴，那日本的通膨就越來越高。那日元一直貶，日本的通膨就越來越高。那麼日元的通膨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日本政府為了因應，為了要買更多東西，那它的財政就不斷擴張，它就印更多的日本的公債，印更多的錢之外，那麼它就必須要舉更多的債。那麼舉更多的日債呢，就會造成怎麼樣？就會造成日債會下跌。因為供給越多嘛，那再加上通膨升溫嘛，那麼日本公債的價格就會撐不住，日本公債的殖利率呢就會往上跑，像30年期的日本公債殖利率已經在 3.96% 了，10年期已經到 2.84% 了。再來呢，最關鍵的點市場上比較少聽到呢。當日本公債下跌的時候，也會引發美國公債下跌。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我把它講慢一點，因為很多人會卡在這裡。為什麼日本公債殖利率往上漲，也會造成美國公債殖利率往上漲？等於兩邊會一起跌。這個關美國什麼事情？對沖基金今天買的不只是美債，對沖基金長期以來，他手上也持有各個大國央行的長天期公債。他持有美債之外，他還有日債、德債、英國債券、法國債券，一大堆公司的債券。而且现在对冲基金把這些東西整個打包在一個投資組合裡，
甚至是在同一個保證金借錢的賬戶裡面。所以呢，當日本長天期的債券殖利率往上漲，都是日本的公債開始下跌的時候，整個對沖基金手上的部位就會出現虧損，他就會被迫去繳保證金。那麼當他今天虧損要繳保證金的時候，他要賣什麼來繳？他當然會賣最容易賣的、最好賣的那一個。那誰是最好賣的？就是美國公債。好，因為他在追繳保證金的時候是沒有時間差的，是在幾秒鐘之內人家就會追繳，他只能趕快去賣美債。好，他只能趕快去賣全世界流動性最好、最容易變現的美債，所以整個路徑就會變成日債下跌，對沖基金被要求繳保證金，就被迫去拋美債，美債的價格就會下跌，美債的殖利率就往上漲。好。這個呢，就是為什麼日本的火會去燒到美國的房子的原因。那麼，當美債殖利率繼續往上漲的時候呢，會怎麼樣？啊，剛剛有說嘛，套利交易追繳保證金。那美債殖利率往上漲的話，最後就會影響到美股，美股就可能會下跌。好 ，OK， 好，那聽起來好像很恐怖。哎，卡爾先生，你是不是要危言聳聽了？好，這個整個鏈條真的會這樣子嗎？我就。有圖有真相，我們來看下一頁。我舉一個例子，好，把時間拉回2024年的8月5號，當天呢，日經225指數當天暴跌4451點，一天跌掉12.4%，創下1987年的最大的跌幅。導火線就是因為日本央行意外升息，讓日元在5天之內大升了6%，那麼套利交易就奪門而出，也造成那個時候的日本公債殖利率快速往上漲，然後就造成對沖基金爆倉嘛。對沖基金爆倉之後，他就大量的去賣出美債，就引發全世界金融的恐慌。那一天呢，台股也當天下跌1807點，跌了8.53%，8.35%。那一天台積電很罕見的跌停。那麼 VIX 指數呢，在盤中最高衝高到65.73，S&P 500當天暴跌4.3%，所以就是由日元引起了全球股災。好，首先是因為日元急升，然後才發生股災。好，不是因為日元貶值造成的股災，是日元急升也會造成股災。好，所以現在有兩條傳導鏈，就是剛剛講的，你日元一直貶值，也會引發美債不斷上漲。好，再來呢，你日元如果快速升值，也會引發股災。好，也會引發股災。好，所以呢，套利交易的為什麼？為什麼日元快速升值也會引發股災？因為套利交易的对冲基金的本質是去借便宜的日元去買別人資產嘛。當你日元快速升值的時候呢，好，那他借的錢就會立刻貶值嘛，他的部位就會立刻虧損嘛，他也會引發追繳。好，對冲基金也會必須要趕快去賣掉手上的所有東西，包含美債、包含黃金、包含股票去補。所以這個就是接下來最風險比較高的問題。好，那麼分享到這邊呢，我想說一說我的看法。就這一次的美國跟日本聯合干預日幣，到底我的看法怎麼樣？我們可以分為戰術跟戰略兩個層次來看。在戰術上呢，我認為這一次呢，美日護盤算成功了。這個是教科書等級的去軋空日元。日元一度升值超過 4%。那日元空單一周裡面回補了 70%。然後美國公債殖利率也往下掉了，日本公債殖利率也往下掉了。所以在戰術層面上，這場仗打得很漂亮。但是呢，在戰略上什麼東西都沒改變。為什麼？因為美國跟日本怎麼樣？兩個央行之間，它的利差還是很大，還是有 2.5 到 2.75 個百分點的利差，還是繼續鼓勵大家去借日元去換美元，這個去投資美國公債等等，這個利差並沒有消失。再來第二個，日本央行還是持有 52% 的日本國債，這個結構也是沒變。那麼第三個是什麼？高市早苗政府它寬鬆的財政還是沒改變啊，就會造成日債還是會持續跌嘛，它還是要繼續發更多的債，日債就會跌嘛，日債跌就一樣又回來，就又影響到美債跌，所以這三個根本原因根本沒改變。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底下，就會發生什麼事？直到我們在這個直播的現在啊，到本周五，日元又貶回來159.4。好，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美國跟日本只是用彈藥在買時間而已。好，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盯什麼？全市場最弱一條線，其實不在股市，是在日元、日債、美債，還有剛剛講了20倍對沖基金開的槓桿。好，只要這條鏈不斷，行情就會繼續走。好，但是只要這條鏈一斷，它傳導的速度可能比光速還要快。好，所以2024年的8月5號那一天，就是事情爆發了。好，沒有給任何人的時間，說跌就跌。好，跌的速度就會非常非常快。所以呢，我今天也不會告訴你未來股市是漲還是跌。好，我不會猜方向，但是我會建議大家盯住接下來我會講的儀表板。好，哪個儀表板？好，來，好，就是我們直接來看這一樣。好，這個儀表板。好，第一個。觀察日元的匯率，如果日元持續貶值，繼續又貶回來到對美元到160甚至160以上，那代表這一次美國跟日本聯合這個救日元的行動就失敗。好，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突然日元又快速的升值，好，升破155甚至更多，那麼要小心會不會有對沖基金又爆倉呢？好，再來第二個，每天花一點時間看兩個數字，看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紅線是5%，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紅線是5.2%。這個殖利率如果不接下來繼續到5，10年期到5，甚至超過，然後30年期持續的已經超過5.2，持續的往上升的話，好，代表這場護盤失效，未來可能會出事啊。在第三個盯兩個官方動作，8月下旬呢，日本財務省會公布，他這次是花了多少錢來干預這個日元啊？再來第二個，美國聯準會到底有沒有放大 FEMA 這一個工具？好，那麼這個是需要聯準會內部投票的。好，那麼為什麼要盯這兩個？因為全世界現在在空日元的這個機構都還在算美國、日本，你央行你手上還有多少子彈？好。再來第四個最重要的，就是當股市已經在高檔的時候，這個紀律很重要。就是有開槓桿的人，你要去算你的維持力，你還有多少現金，而且即便你沒開槓桿，最好也不要滿倉。好，講一個很現實的事情，一天呢上下振幅2-3千點，甚至更多，已經是台灣股市的新常態。如果再來一次，2024年8月，好。2024年發生這個事情，台股一天再跌掉7-8%，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開槓桿的話，一天你就可能跟出去撿了，你就抬出去中，就抬出去中了，好不好？所以呢，來講到這邊，今天這一集幫大家做一個結尾。第一個，美債殖利率是全世界資金定錨的錨，長天期的這個公債的殖利率、美債的殖利率一動，整個 AI 的投資可能會變緩，這個就會影響到全部的這個動態，全部的人投資。再來，美債最大的海外持有人已經不是各國的央行了，是開20倍槓桿以上的對沖基金了。所以呢，美債的買家已經從穩定器變成了放大器。再來呢，日元如果繼續緩慢貶值，是在溫水煮青蛙，只是讓未來可能會爆開的事情往後延而已。但是如果日元在未來一段時間突然急升，而且急升到150以上，恐怕會變成恐怖劇恐怖劇。好，那麼再來呢，講到這邊呢，我們來看一個觀眾的留言。很感謝就是過去1個禮拜就有2個觀眾就有觀眾留言說，卡爾先生蠻會幹長線的總體經濟。他說之前美債那一篇就是沒聽你的，現在殖利率飆高到5%，結果他的虧了，因為他沒賣。我2-3年前就一直在告訴大家，美國的債券長天期的債券走一個長期的空頭，債券殖利率會不斷往上。2-3年前我的判斷到現在看來是很精準。所以這裡面也有人講說，卡爾先生看趨勢是很準。這個不是我自己的，這是他們就是觀眾留言。那麼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
中長期的一些全球的政治跟總體經濟的看法，其實有一定的準確度。因為我的強項就是去看週期，我在看週期跟別人比較不一樣，是我會看過去幾百年發生過什麼事情，再回來看現在，跟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我看的都是比較中長期的，所以不要再跟我講說什麼卡爾先生在看空啊、看衰啊。我看會發生的事情，往往都是3個月、5個月、半年之後甚至更久，有的時候是比較短。但是我在看這個趨勢，其實有一定的準確性。再來，我來看觀眾一個留言，他說 YouTube 推薦給我的第一支卡爾先生的影片就在看空。他之前就有留言說過，但是呢，6月的台股離譜到他都會怕，他一天的賬面數字就增加6位數，然後呢，他去郵局辦事情的時候，3個櫃檯裡面，有2個櫃檯是老夫婦要解定存進股市。為什麼他知道？他說，因為櫃員有問過2次，他說，你解定存要幹嘛？確定要買股票嗎？他說他看了真的會怕，所以呢，他對卡爾先生現在的看法已經不一樣了。他現在再怎麼手癢，都會留1年的生活費。那麼他本來沒在找工作，他現在開始在找工作。他這邊要對卡爾先生說，我就是因為卡爾先生一直堅持下去，我在6月份才把美股全部撤回台灣，我心臟受不了。卡爾先生，你是在做對的事情，就是不斷的提醒投資人哪裡有風險。我再講一次，我並沒有在看空，可是我要告訴大家風險在哪裡，所以大家應該做什麼樣的防範會比較好，好不好？好，那麼講到這邊呢，也跟大家報告一下哈。那麼卡爾先生希望能提升付費會員的這個制度提供更有系統、更有價值的內容所以呢，在9月份開始我會每一周會有個卡爾週期雷達，會分享對總經的一些指標跟看法那麼再來呢，所有的會員影片呢，我也會做一個重點的整理，讓沒時間看完會員影片的人跟快速的掃描過，有時間看的人呢，也可以看完這個重點之後，更容易的可以看完會員的影片。再來呢，我接下來每個月定期的會有個企業研究室，會跟會員分享最近正在研究的台股跟美股，或者是一些香港的股票以後就固定每一個月一定都會有那麼因為卡爾先生跟夥伴最近也在研究，最近也在我投資了不少錢去開發了一個 AI 的選股系統，我們現在正在訓練這個選股系統當中。這個選股系統等訓練差不多之後，就可以定期的這個為大家可能可以掌握到更多目前股價在低點，未來可能會起漲的這個個股那麼接下來以後每個月也會研究案例的追蹤，就是針對於過去分享過的投資標的跟股票等它發財報的時候，或者這個發生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呢，會做一個分享那希望能夠幫到大家，能讓大家在做投資的時候可以比較做中長期的投資，心裡會比較穩。那這些東西陸陸續續在9月份都會導入還有當然呢，就是每個禮拜天晚上形態學的分享，像等一下10點就還會有形態學的這個分享那麼那也跟大家講，今天是最後一天每個月會員訂閱費用是250塊，今天過後明天每個月的費用就是會漲到300塊卡爾先生推出會員頻道這4年也都還沒漲過價，那因為要投資更多的新的系統我想可能是這個時間點可能要把價格往上漲那如果有興趣參加的這個朋友，盡快可以把握這個時間趕快加入會員頻道趕快加入會員頻道好，等一下10點的時候呢，我會特別談一下黃金跟白銀。其實黃金、白銀也好，或者是橡膠類股，都是在1-2個月前、2-3個月前，卡爾先生就有在會員頻道分享，那也都起漲也都起漲，剛好運氣不錯都有抓到。那我會談一下美元跟台幣的一些看法好，那麼明天晚上的9點呢，會透過周期分析的方法，更深度的來講一下橡膠類股不同的類股橡膠類股裡面不同的公司怎麼看，也會來分析一下石油的走勢跟石油類股歡迎大家這個加入卡爾先生卡爾同學會的這個會員頻道。那麼到我投資做公益的時間，非常感謝最左邊的蒜香排骨飯，還有中間的 Eric 還有李先生，還有大陸入股嗎？入股有的時候也會漲，因為
投資入股的朋友比較少，所以我會講的比較少，但是也會講也會講好，很感謝中間這個 Eric， 很感謝右邊的這個李先生，響應卡先，我投資做公益。那麼也很感謝蔡先生，然後有捐錢給這個台灣太祖協會。那麼我前陣子呢也捐了一點錢給這個台南市的聯心園，讓他協助他們去幫助獨居老人。那麼卡先生也再次呼籲大家，呼籲全世界的觀眾朋友，響應我投資做公益。那您的投資會越來越順利，好不好？如果要參加的人，你可以捐款或捐物資之後，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把你的收據傳給我，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好，我想今晚的免費直播就這邊，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感恩，謝謝大家。有推薦的公益團體嗎？我覺得沒有了大家就自己隨緣你想要幫忙誰就幫忙誰，幫忙跟你有緣的投資有緣的這個公益團隊，好不好？好 ，OK， 晚安，謝謝大家。